刚在车里睡觉，听到非常稀稀碎碎的声音，然后我就往前面看，其实没有人，我就把后面的窗户也打开看，当时也是没有人的，但那个声音还在加大，我就以为是鸟啊什么，然后我就啪的往那个车顶上一拍，然后等我再看的时候，这个后面的窗户这儿就有个人，已经跑到半截了，然后从这样走过去。不知道他在干嘛，我前面有一个摄像机，他其实是晚上在工作的。哎，好像没工作，我天哪！明天再看吧。现在4点11了啊，我躺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睡不着了。早上起来看看，开始想谈我的这个品玩罐，我的天哪，翘成这样！但他当时可能没有工具把这个拧松。好了，我重新把它安上了，今晚就要挪个位置。行车记录仪并没有录上，它只是车在运动的时候它才会开始录。之后还是要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驻车模式调整为持续录的低帧模式。现在想来都有点搞笑了，我以为是鸟呢，然后一拍车顶，啪，后车窗就窜了一个人出来，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看窗外的时候我是向远处看的，我没有向下看，但他在拆我丙烷罐，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面运作。我车里其实有熊喷，然后也有我朋友给我的胡椒喷雾，因为我想是如果有人想要进来的话，我可能会使用那2个东西。这个地方我前几天在 iOverlander 那个 APP 上面在查，就是过夜的地方嘛，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停在沃尔玛超市门口，他当时跟那个沃尔玛超市人员讲了这个情况，他们就住在那儿，然后是凌晨5点的时候有个人就让他们走，然后他们就把车门打开跟人家说我们要走，结果车门刚一打开，那个人就把枪直接给就是进来了，然后就抢劫了他们，虽然没有抢太多。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停车，然后语言是一个问题的话，我不知道他想干嘛，他不知道我想干嘛，就会造成双方比较紧张。所以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尽量不会开门，如果他要拿他就拿走好了。对，但昨天好像一拍他就走了，所以还很 OK。开小房车环美之旅一路南下到墨西哥之后，跟美国、加拿大相比，我的生活轨迹被迫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在墨西哥感觉各个地方都是寸步难行。自从发生了丙烷罐这一事儿后，我就把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仪调成了不间断的拍摄模式，就怕万一再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后来也就真的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首先拍到的画面是警察来找我。我在来墨西哥之前就听说了警匪一家、贿赂腐败的各种传言，再加上我自己的西语马马虎虎，所以遇到警察格外的紧张。警察同志会说的英语就只有911，我能听懂的西语就只有Yamaha了，所以我的理解是他们要我给911打电话。可是我就很迷惑，我为什么要打电话？打了电话我又说什么？后来通过手机翻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告诉我，如果遇到有可疑或者危险的人，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过来。这段翻译后的话格外的出人意料，让我觉得极其的温暖。Cualquier cosa, marca el 911, ¿ok? Sí, gracias. Okay. Phone y pues nosotros aquí. Ajá. ¿Ok? Nosotros. ¿Ok? Excelente. Okay, excelente. Bye. 哇，这些人太好了。语言问题成了我在这里生存的一个难题。本来初来乍到就需要大量的信息。Hola. Bien. ¿Cómo estás? Bien, ¿y tú? Estoy viajando de México. Okay. Quiero aprender español. Okay. ¿Tienen clases de español aquí? 我也许能够问问题，但是我听不太懂回答。Nosotros somos un instituto y todas estas son como espacios o lugares donde hay actividades o clases de diferentes cosas. 目前的对话水平总结来说就是能够画，但是不能对。¿Vienes a leer algo o querías conocer la biblioteca? Hablo un poco de español. Ay, qué padre, yo hablo un poco de inglés. ¿Oh, sí? Poquito. 不懂西语的话，感觉好困难呀，活着。学习西语成了我当前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Bien, vamos. 哎呦，这个路真的很难走啊。
第3件我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适应的事情是开车。先不说这路上的坑坑洼洼，这边司机的开车风格我称之为狂野。开车的时候你得眼观八路，一路观地上的坑，一路观前方的标和灯，一路观才艺杂耍，一路观小吃推销，再分4路观前后左右的狗车和人。这边的司机很少会让你，在变道之前除了打转向灯，你最好还要进行眼神交流和手势交流，变道才不会被滴滴。但是当你被变道的时候也要注意力集中，因为变道的车有的时候连示意灯都不会打的。朋友，在墨西哥开车是需要勇气的。我都搞不懂这个为什么没人走啊？这样一条车道，你望向前面，前无古人，你看看后视镜，后无来者，你看向左边，你又不知道当地人他们在排什么。这条从未有当地车涉足的神秘车道，你敢走吗？在墨西哥城市开车，我常常都觉得精神紧绷。我的车一动不动地停着，就能一下午被撞2次。这边人开车开得太狂野了，刚有的车这样直接过来，把我的这个后面给撞到了，然后他也不在了，真是服气。这个电线好像都被扯断了，直接，这应该是连接后面的那个灯的线，好讨厌呐，好讨厌呐！撞完后面又被撞前面，我也真的是被撞服气了。如果你开高档车的话，更是要小心一点，行车记录仪最好要一直打开。虽然说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心理上是个安慰。我刚来墨西哥的时候还纳闷，为什么这么多的烂屁股车，没想到某某这么快就成了烂屁股俱乐部的一员。这几天其实就不到1周的时间，60个 G 的流量就已经完全用完了。来到墨西哥之后，我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我正式下定决心安装 Starlink。这个 Starlink 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了，但一直都没有机会用，因为美国它的那个基建设施特别好，所以一直都会有图书馆这种地方，就用不太上网。但是到了这边，这个图书馆变成了一个叫做文化房子的地方 Casa de Cultura， 然后一般都比较小，如果是特别大的地方呢又特别的挤，所以在这里就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流量。车上之前不是买了个这嘛，然后用车电池先试一下，可以的话我再把它跟我的主电池连一起，应该就可以了。放在我车的这里。Oh, paired successfully. Starlink is talking to the satellites to determine which way is pointing. Online. 你看它美国的这个 Unlimited 一下子就是从$165变成了$80左右。今天换了这个 Starlink 过后，我的手机套餐也要更改，直接更改为当地的套餐。然后，但是我得先把我的 WiFi 问题解决了。这个没有网络是寸步难行的。我在墨西哥感觉各个地方都是寸步难行，没有语言是寸步难行的，没有网也是寸步难行的。我现在有 WiFi 了。然后它这个线其实挺长的。就这样可以把它沿着这个车框，然后把它连到后面去，跟连行车记录仪是一样的。下载的速度是50，上传的速度大概是3左右，我觉得还 OK， 但是上传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我今天其实看了很多网站，然后这个是很清晰的。如果你来就一次性待很久的话，这个上面的价格很 OK 的。虽然它们价格差距非常的小，但是我还是买这个5GB 的最基本的这个流量套餐。我觉得时不时的就是完全与世隔绝，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OK， 现在我的每个月的手机流量整个套餐费用大概就是$90，因为 Starlink 是$85，然后这个大概是$5，所以一共大概是$90。虽然到了墨西哥，我觉得其实花费是更加高昂的，它不存在说这个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它的消费就比较低，不存在的。它的物价，超市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跟美国的价格一模一样。然后由于它这边没有水，所以你特别是可饮用水，所以你需要一直自己去买水。然后它这边图书馆要么很小，要么
要么就是在很繁忙的街道很挤，所以你需要自己买这些各种各样的设备。所以整体来说，我的固定支出到了墨西哥过后，其实增长了非常非常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新增隐形消费，比如在这里上厕所是需要付费的，在公厕的门口会有个人坐着，你付给他钱，他给你一截纸。而免费的厕所只要没被锁，我都觉得运气不错了。这种有水的地方就已经是比较高档了，但是呢，它还算不上奢华，因为它没有纸。收费的停车场也变多了，大的公园停车场需要收费，有的时候甚至连沃尔玛和 Home Depot 都要收费。尴尬，我看不懂，然后我不知道怎么配这个 machine。但是 Home Depot 的这边 Home Depot 都变成一个很高端的东西啊，就是进入停车场都还要那个缴费的，但是这个不太看是啥意思？Gracias, bye, adios。高速路费也是额外的花销，在每家的旅行一路下来，我几乎没有碰到过收费高速，但在这里，如果要想开得顺畅，收费高速有的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你想避免高速路费的话，你可能会被 Google 地图带到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个能走吗？这个高速公路费是省不下来的，如果它的国道是这个情况的话。哦 ，Google， 我是要去 Mexicali， 你怎么把我带到了荒山椰林？但是它的电话费确实便宜一些，然后它的车的保险费确实便宜一些，所以平衡下来可能差不多吧。但是不存在在墨西哥你这个旅行支出会降低的。是我在美国其实也没有住过酒店或者青旅，到了墨西哥依然不会住酒店和青旅，但是之后到了海边可能还会需要住一些海边的 campsite， 因为在美国它有 BOM 嘛，所以你要么这种街边露营，要么其实你可以到 BOM 那边，就是很伸展很舒适的选一个湖景的地方去露营。但是到了这边过后，可能安全考虑还是会到一种 campsite，或者就是像这种街边停车，所以我觉得在墨西哥过后，其实旅行的整体花费是要上升很多的。墨西哥这样的新的环境，包括语言也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就在想，像潜水一样，其实就是应该闭一口气，然后完全的沉到水里面，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从语言到设备的，然后一头扎进这里的这种文化当中，可能会更加的如鱼得水一点。还有就是那个偷饼丸罐的事情，所以就是很多很多新的挑战在这里。不过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还不够久，样本量太小，导致可能遇到的样本会有些极端。这是一期记录找不到节奏的旅行视频。如果你有什么在墨西哥旅行或者生活的窍门，请在评论区分享。如果你们问我在墨西哥2星期了，能给出什么建议的话，我可以给2个非常具体的。第一是出门要随身带纸和现金，第二个是在洗手之前要先检查水龙头有没有水，再抹洗手液。Oh no！